我是画家施奇，从70年代开始，一直在想创新，搞革新，以白话来作证。许多故事不会忘，至今都不会忘。3、4岁就开始，6、7岁这一段就大概5年时间，就是放牛，山上放牛，那一群放牛娃都非常自由。Shi Qi was born in 1940 to a poor farming family in Fujian province. He fell in love with painting at an early age. While herding cattle, he drew the world around him, using stones and twigs as his brushes. 我爱画画，我纯画画，山里画画，墙上画画，地上画画，到处画画，所以我非常自由，从小都非常自由。好事来了，全校美术比赛我第1名，就是从那开始叫我小画家，所以我很自信。但是我一定要成为画家。Initially, Shi Qi studied various forms of painting, from oil, watercolor, and gouache to sketching and decorative art. In 1970, he settled on his specialty,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and sought out such renowned masters as Huang Zhou and Liu Haisu to teach him. 由于我本身是搞工艺美术，我们对招贴画、对图案、对色彩非常敏感。所以70年代的确我在那时候是比较招摇。中央美院的一个国画系主任就说我：“你是什么统一的大师？”可是表扬声越多，我越反感。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属这样的空间，就是跟着别人，跟着先辈而走。成绩有吗？有一点点，不过瘾，不像我们农村孩子一样天马行空。我就想有朝一日怎么能冲出这种做法？那就到80年开始，社会空气给我们带来极大冲击。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就顺着这个潮流成长，要改革，一定要变化。好，时代推你一把，没有时代，没有我今天的后面的路。80年整个阶段10年。几乎全面不画传统，先换一遍，我就搞革新。西方是说，如果这绘画不是具象，就是抽象。我们中国也拥护，谁都同意这个观点。我觉得不太对。我们生活中，我们作品中，都充满了3项因素。你自然界有看特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也有半清楚的。那半清楚哪去呢？这自然界都如此。后来我想，连人生都如此。人不是纯真，真不真，半真。2项是片面的，
三项是全面的，我很注意把它揉在一块，就探索。头5年一笔收获没有，全是实话。所以到了这个80年年底，我整个10年有86张的画，地上、墙上挂起来，特别认真详细看自己。哇，好色，不像我以前的了，也不像别人的了，这不就有点意思了吧？因为我们荣宝斋历经了3个半世纪，350周年了。虽然我们历史很悠久，但是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走在时代的前沿，都是与当代艺术家就是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刚好石琪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突破的一个艺术家，在中国画坛是非常具有冲击力和张力的这么一位艺术家。与我们这个当代艺术馆的这个发展方向是很契合的，所以我们选择像石琪老师这种能够又立住传统又能突破传统的这种当代大家，来为他做这个3项合一石琪艺术作品展。我从来都不是正常出牌，从小到大，这个3项合一到目前为止，全世界依然没有，没人画过。也没人主张过。传统文化要继承，现在文化要发展。破旧一句，底下紧跟一句立心。没有立心，不要破旧。我们的传统，西方的传统，它有没有缺点？我们天天拜倒传统，不能忘了1000年传统，谁忘？我才不忘，但我要远离它。我就没画，我也干过这诠释，零无差错。你想没有？赶快零无差错。你画的第2个无差错，管什么用？你的梅花何在呢？要点亮自家灯火。其实国家也会这么提倡，每个人都有加起来，符合国家也百花齐放。Shih-Chi's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art and art theory has attracted criticism in certain quarters.争议是一定会有的，也莫怪别人对我有点劝告，石琪啊，你别走那么快，都是好意吧。意思说你原来也不错，你别慢一点走，有点步伐太快了。因为我们都从70年代过来，都是从传统过来，人家倾向传统的人，就希望你回到传统多一些而已。但有人说这个石琪的话以前不错，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疯了，
这乱七八糟也有了。我觉得我都理解，创新非常难，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别的没有这样，你爱什么创新怎么创新，有自己样子就行。中国话不行，你创新不像中国话，所以在中国话角度上，你没有意义，因为他要往前走，你又不是他的，没意义。可是时代向前发展的，我们中国化的空间本身也得要往前发展。因为传统的伟大，什么时候也不会磨灭，什么力量也不可以把它磨灭。但是你作为现代人，完全死抱传统是一种错误。只有适度的调整传统，改造一些传统，把它优点拿来，加上新的观念、新的探索，一块。才符合这个时代。你想要中国化3个字在世界出现，你必须怎么改革都不能忘了占了60%传统因素。传统笔墨很好，它是千年锤炼，不管工笔跟写意，它充满了好的灵魂在游探着，只知道你运用不会应用，吸收你的感觉，传统的感觉，中国文化那种精神。我的方向，我的技法是要独创自己的。艺术家要走小路。大路是传统已经走了，你走小路，重新开启你的路。鲁迅不是说过吗？经济没路踩了，不就一条路吗？我们走小路，越走不就越宽吗？好了，拿起表吧。这个嘴，这个眼睛啊，一低头就完全看。石岐先生呢，我是80年代认识他的，当时他还没有发达。很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他还相对上还比较写实，后来就不大看得懂了，就看实际上每天都在变。对很多艺术家来讲，他的创新是一个表面的形式的，但对石岐先生来讲，他是深至于内心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生命渴求。一种创作渴望，所以说你才看着他几十年来冲锋陷阵，从来没停歇过。以这个年龄尚在中国美术探索实验的第一线，这个就最了不起。文化自信，个人也要自信啊！艺术家一定要自信。你不表扬，我自己表扬吧。你说呢？哦，你不爱我，我自己爱自己吧。就你小嘲笑我，我自己大嘲笑我自己，总可以吧？自信、自爱、自嘲、自怜8个字，抵挡你的困难。外面的攻击你是困难嘛？顶多也就困难2字吧。凡是任何一个艺术家，他一定有无奈，经常无奈，他经常在前进。经常觉得自以为是了不得，自己比天都高，一定都在退步。Shi Qi's fresh take on Chinese painting has gradually earned him public acceptance. His success has sparked enthusiastic debate in art circles regard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inting.
我以前什么都不怕，现在唯独怕这个。上课学生拿的东西很新鲜，拿来然后就你给改改吧，老师给改改。好家伙，我哪有这样天才啊？你这是百花，百花有百花样子啊，我哪是我才一朵花呢？Xue Qi remains an inspirational figure, and thanks to him, more artists are joining the ranks of those exploring new Chinese painting.